狼提利邦之时便立下了规矩：我们虽为马贼，不抢穷困，不抢贫民，不抢弱者。加帕尔私自逮捕洗劫邻村，特木尔、阿达叛变劫狱。你们3个人以狼提帮规处置，当众问斩。加帕尔并非怕死之辈，要杀要剐，绝无怨怼。但是我这2个部下，阿达、特木尔，他们是狼提帮最英勇的战士。望狼王念及初犯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三当家，不用为我们求情，既然做了，就不后悔。加帕尔私自率部去抢劫像月泉村一样穷苦的百姓，你们只是玷污了捐毒的血统。待将来复国大业有成，这会是耻辱的一笔。狼王，你还在做复国梦呢？什么意思？20年的劫掠生涯，你还没意识到吗？我们早就是彻头彻尾的马贼了。哎呀，就是放下你高贵的王室身段，认清现实吧。你睁眼看看这里的人，他们早已受尽苦难，为的是吃饱穿暖活下去，并不是什么复国。放屁！我当马贼就是为了复国2字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岂能只为温饱而苟活？那同蝼蚁草芥有何区别？大家放心，总有一日我会重建捐都，会让大家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。说的对，就是，你想这么做啊？你这般自甘堕落，不配当我们捐都人。秃鹫听令，在。拖出去，斩了他们3个的脑袋。狼王还请息怒，看待加帕尔过去的功劳和苦劳，饶他们一命吧。秃鹫，连你也想违抗我的命令？不敢。动手！住手！艾利希尔，这是我们狼提帮中之事，若你要劝我，大可不必。狼王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初为何从捐毒废墟中把这些人救出来？他们都是我捐毒族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救出族人是为了让他们活下去，可现在呢，你却想要他们的性命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。加帕尔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他跟你一样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捐毒族民。家不可一日无归，国不可一日无虑。倘若我今日放过他们3个，他日我还有何立场统领狼提帮复兴捐毒国呢？中原有句话，道不同，各从其志。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当初和你一心的那个人，现在也许找到了新的志向，倒不如你放他们离开这儿，让留在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。你起来吧。我看在艾利希尔的面子上，饶了你们3个。立刻滚出月泉村，不许再回来！等等，你们3个，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恃强凌弱，劫掠平民，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欠你的，我会还你。
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陪你说说话。我，屠修，嘉盘，成立狼蹄帮之时，我16岁，他俩14，这一转眼，18年过去了。一夕斩断18年的手足情，不管是谁，都会痛心的。岂止是痛心，他嘉盘憋了整整18年，今日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可在场的人，还有多少人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？18年，时间太长了，长到足以磨灭一个人的意志，让所有人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复国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回来，给他们安了家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？你根本不明白，当时你被岳少成掳走时还是个婴儿，那时的捐都昌盛一时，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奇迹。如果你有幸亲眼看见的话，也会和我一样，绝不甘心让他被世人所遗忘，紧紧埋在这黄沙之下。可是你看看，现在的捐都只剩下寥寥数百人了。如果他们忘记自己从何而来，这辈子甘心当马贼、当牧民了却一生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世上就再无捐都了。我明白了。我所经历的，你未曾目睹，又怎会明白呢？从小我不喜文墨，不弄刀枪，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演术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一个每天只会跟木头疙瘩打交道的怪人。可是我见过演术真正神奇的地方。虽然我现在不能像谢伯伯那样造出精妙绝世的演甲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一切就有可能。唉，老王啊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？说呀，咱们兄弟两个不必扭扭捏捏的。你的左臂是怎么断掉的？20年前，就是那岳少成兵临城下，我身在城外猎场，因此逃过一劫。当我得知捐都的惨况后，快马加鞭赶回城里，却看到父亲身首异处，母亲殉情而死。当时满地都是尸体，见到的幸存者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恍惚。我跨过一个一个死人，直奔王府废墟。你是去找我吗？我想当时你还小，有可能他们会饶你一命。我在废墟中找了很久，我终于在一个发狂的士兵手中发现了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不顾一切想把你从他手中抢回来，但是那个发狂的士兵力大无穷，见人就砍。你的胳膊就是被他砍下的吗？他一刀砍下来，我就晕倒了。等我醒来后，左臂就断了，你也不见了。原来你没了左臂，是为了我。当时我以为你遭了难，所以在这20年里，我日日都恨自己无能，我恨自己没能力救下你。可谁成想，是他岳少成掳走了你，
狼王，我行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要再提了。我要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保佑，让我们兄弟二人还可以团聚。文人宇，你主动找我，是打算告诉我了吗？我师父怎么样了？现在仍平安无事，可过了酉时，我便不敢保证。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文人宇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耗，你师父的命留是不留，自己看着办。我说了，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灵真祭司，你若现在关了水镜，便别想从我口中得到你想要的消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见面。怎么，想跟我谈条件？你们行事诡异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信不过。你打算如何见面？捐读遗址西侧的枯树林，你把我师父带来，见到师父，我便告诉你他们的下落。小丫头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否则你和你师父都要死在我手里。狼王，狼王，有一支商队正经过我们的地盘。真的，等了2个月，终于来了块肥肉了。通知兄弟们集合，动作麻利点。是。狼王，你们先去准备，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2个月了吗？终于来块肥肉，准备把它拿回来。肥肉？你们该不是去打劫吧？是不是打劫？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走了。蹲下，别动，小心点啊！这回这人物还不错，有点玩意儿。兄弟们，手脚的麻利些，早点退散，就吃了。韩古力，张木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们狼蹄的地盘抢东西！我以为又来了块肥肉呢，谁想着来了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崽子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你们脚下踩的是狼蹄的地盘，别坏了规矩。笑话，我们是马贼，讲个屁的规矩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教你。狼王啊，狼王，你知道为了今天，我费了多大劲儿吗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
这些商队为了避开你，不惜远绕屠庐山而行。可今日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狼蹄的地盘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把屠庐山谷的路给堵了，逼他们走你的地盘上，设好了陷阱等你钻啊！卑鄙小人！马贼嘛，那又怎样？从今天开始，西域沙漠上不再有你们狼蹄，只有我们鹰骑。放箭！张木纳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放你。识相的，带着你的人滚！老王，你觉得你有把握吗？张木纳，如果你再不走，就像你说的，从此西域大漠，只有我们狼蹄，没有你们鹰骑。算你狠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！怎么样，二当家的，你想跟他一样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老王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我等着你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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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了！干！来，加盘儿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次呢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老王，别这么说。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吗？我还欠你条命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当哥的亏欠你。既然是兄弟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？来，干！对了，韩古丽，这次怎么没有碰见阿里木老爹？哦，阿里木老爹得了风寒，所以这次买卖也没有参加。我们选错了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遇上了鹰骑。不知道为什么遇上鹰骑，啊？要不是鹰骑把所有的路都堵上了，你几个月没来我们狼蹄地盘了。这次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，如果下次，狼王特地赶过来，不是为了打劫，而是为了从鹰骑手里面救人的。啊？哦，早听说过西域狼王慷慨仗义、劫富济贫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这次呢来西域，就是为助狼蹄改头换面。从今天开始，狼蹄不再劫掠，而是改成护送商队营生。等，埃里希尔殿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狼蹄从今往后，不再掠夺商旅，还是去保护商旅？对，没错。哎，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老王，中原人有句话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如果遇到问题还不变通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也知道，这个当马贼不是正经营生，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好说。可月泉村这么多老弱妇孺，如果断了这个营生，那粮食怎么解决啊？老王，若是当马贼行得通的话，你和加帕尔还会有矛盾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西域马贼帮派众多，正是因为帮派多，所以过往的商旅越来越少。现在还能为继，可再过个3、5年呢？
狼蹄在西域赫赫有名，消息传开了，就会有商旅自己找上门来，到时候族人衣食无忧，你们也不用再拼命去夺财了。老王，你若想光明正大的光复捐毒，眼下正是个好机会。你们俩的意思呢？狼王，您来做决定吧。行得通。那好，从今往后，这个护送商队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好，来，为了捐毒族民，干一杯！来，干！昭明乃是天皇伏羲下令所铸神剑，具大异能，可斩断世间一切的灵力流动。那岂不是能灭尽世间一切法力连结？果真如此，昭明剑真能斩断世间一切灵力连结。想不到当年我已经找到了除掉丽婴的办法。谢伯伯，谢伯伯。谢伯伯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？哈，无妨。有事找我？啊，有样东西想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进来说。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谢伯伯，你看。这只岩甲鸟是你自己做的？这只岩甲鸟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了，我想靠自己努力把它做出来。无疑，我说过，你在演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演术上有多高的天分，我只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一次两次不行，那我就试很多次；一年两年不行，我就用10年、20年，哪怕是一辈子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演术还不够精湛，术法根基也不是很好，而且还有很多缺点，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谢伯伯的弟子。但是谢伯伯，拜你为师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伯伯不收我为徒，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。只要你知道，我一直在为此事努力就行了。或许你我之间的缘分，不只是同路而行那么简单。谢伯伯，你因我而成演师，又学了我的演术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我与你有半世之缘。谢伯伯，你是肯收我为徒了吗？我能不能收你为徒，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了。看我自己。哇，好大的雪山啊！以前怎么没见过？这是我为这次考核特意设下的虚景。啊？考核就在雪山上？从山脚到山头，会有3关考核。如果你能够顺利通过，
就能拜我为师了。爬山啊，这么简单？不可掉以轻心。山脚温暖如春，山腰萧瑟如秋，山顶则严寒如冬。考核的难度也会逐步增加。此处虽是虚景，但你的人却是真真实实的，受到的伤害也是真真切切的，所以还请小心应对。明白了。这是关于演师的考核，所以你不能使用与演术无关的武器。岩甲鸟能带人飞，也不能使用。那连寒光也用不了了？是的。哦。一路上你会面临不少的麻烦和困难，这把岩甲木剑就留给你防身吧。好，那一会儿山顶见喽。这是哪儿？不会说话的。该不会是谢伯伯给我设置的难关吧？哼，看来今天不打败你，我是过不去了。哟，还会学我动作呀？试试我的招式吧。还有结界！可恶！无论出什么招，他都能马上学会。受了伤还不会流血，该怎么打？
好想想，一定有办法。想不到吧？结界啊，是由灵力和磁场编织的一张大网，黑磁石可以干扰磁场，从而破坏灵力流动的稳定性。就算你能模仿我的动作，模仿我的招式，但是你没有我聪明。谢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无意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是我的虚影，你每过一关，就能见到我。那这么说，我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嗯。其实，我刚才耍了滑头。刚才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论实力的话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这便是过关的原因。啊？演术一途不同于其他法门，再强大的实力，再高深的修为，到头来都只能做辅助。唯有一个智字，才能让人走得更长远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谢伯伯是要告诉我，以暴制暴，最终只会落于下场。你很聪明，具有成为演师的智慧。下一关更加凶险，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去吧。谢伯伯第二关，不会是想考验我的御寒能力吧？要是文人在就好了，他会火术法术，还会点个火取个暖。文人的暴脾气，惹他发个火，还能暖和一阵子。金刚。金刚，火冲天！还是我的金刚好，啊！咱们爷儿俩相依为命啊，金刚！暖和的差不多了，啊！
金刚，变！金刚，你好暖和呀，咱们走。冰层约3寸厚，桥长约6丈，能够承受的重量大概是10斗米，跟我的体重差不多。可如果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就过不去了。谢伯伯说过，这雪山是虚构的，可承受的伤害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如果不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咱们爷儿俩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就算金刚放回岩甲包里，也是一样的重量。金刚，再试一次。赌一把。谢伯伯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虚影，是真的谢伯伯。难道是谢伯伯救了我？我说过，第2关非常凶险。可是我失败了。谁说你失败了？可是我从冰桥上掉下来了，虽然大难不死，但是也没登上山顶啊。我何时说过要登上山顶才算过关？啊，金刚！啊，谢伯伯，谢谢你。金刚陪了我10几年了，要是他被摔坏的话，我会难过死的。无意，其实第2关你无需走过那冰桥，只要有一颗人心就可以了。人心？君子以仁存仁，仁者爱人。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抛弃朋友，不损人利己。眼术可造福于人，也同样是伤人的利器。唯有保持一颗人心，才可以看清心之所向。无论我是否可以闯过第3关，谢伯伯说的这些话，我都会记住的。还有这些道理，无意受益终身。无论怎么了？没信心了？谢伯伯的眼术和见识，都比我强太多了。哦，怎么我对你却很有信心呢？无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谢伯伯，第3关是什么？
第3关，你进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严甲歇，该不会让我和他打吧？不好吧？你说万一我出手过猛，把他打坏了，那不是对你不敬吗？你是怕把他打坏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？你是怕把他打坏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？如果你连跟他打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那这一关你就算输了。啊？好吧，恕晚辈无礼了。严甲歇是谢伯伯所造，完美无缺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你就这样认输了？你以后要遇见敌人，可能会强过严甲歇，也有可能强过我100倍。你现在自己都不想赢，又如何能够战胜严甲歇呢？不易，你当真认为这只严甲歇完美无缺吗？外壳坚硬如铁，身形又不失敏捷，再加上谢伯伯天下无二的眼术，这肯定是天下最完美的严甲吧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没有严甲是完美的，因为严甲是由人所造，再强大的人也有缺点，又何况是严甲？再强大的人都会有缺点。我明白了，谢伯伯，我们再战。
道岩甲由导灵栓驱动运转，攻其弱点，方能克敌制胜。谢伯伯，那很好。第3关考核，你已经通过了。通过了。那这么说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谢一之徒。怎么？我好不容易收个徒儿，怎么连声师傅都听不到啊？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起来吧。先祖在上，我谢一今日收岳无义为徒，不求他闻达于世，有所作为，只求他以勇魄行其路，以志行助于世，以人心对世人，光明磊落，于心无愧。日后他的所作所为，若有任何差池，均是我谢一教导不力之过。那就是我家乡的方向。我离开家乡数十载，可能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。你真的打算明日就走啊？老王，说句实话，这些天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，眷独灭国一事，我想要亲自问我老爹。你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是，只是以我对老爹的了解，他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，这里面或许有别的隐情。还有什么隐情啊？月泉村里的族民就是岳少成恶行最好的见证者。拉望将军，岳将军养育无义20多年，若我这徒儿连问清楚的机会都没有的话，岂不真的成了忘恩负义之人呢？好吧，你且去问，也好死了这份心。一则用严家鸟传回了消息，约定明日在月泉村东边的绿洲，在那儿会合。好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去祭拜一下雾火罗和少妃，可以吗？你有这份心，我很欣慰。明日我陪你去。谢前辈。无义能拜你为师，是他的福分。我这个做哥哥的，敬你一杯。有无义这般天资心性的徒弟，也是我谢某人之福啊。天南海北，有缘结识大家，是文人宇的荣幸。这杯酒敬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平安。哟，你这女人，怎么还说起客套话来了啊？文然，你怎么了？说的要跟大家道别似的。酒过3巡，有些感触罢了。对了，无义，明日我有些事情，等办完，我们就在绿洲会合吧。
文人姐姐，你在这儿谁也不认识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啊，我有一些私事，等处理完了，我就去找你们。这样也好，等你们拜祭完雾火罗将军，便到绿洲与我们会合。好。哎，文然，无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等你啊。等我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文然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心事？没什么心事啊。哦，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啊。无意。啊？怎么了？桃源仙居图现在在你身上吗？啊？无意，我想让你帮我摘下那颗石斛，好吗？你让我来桃源仙居图，就是为了摘石斛啊？可是我的眼甲护腕坏了，还没有修好哎。要不你先转过去？为什么？我得爬上去啊，样子不太雅观。魏文然，你叫我来摘石斛，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吗？无意，我的这套轻功，你想不想学？啊？轻功？非要今天学？没错，就今日。那好吧。按道理说，百草谷的功法不可外传，但严格来讲，扶摇九重是我师父独创的。师父未曾交代过误授他人，所以我教你并不违规。扶摇九重一共9重境界，你之前在酒楼摔下的时候，如果会这种轻功的话，就不用我救了。但如果扶摇9重练到第7重境界，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越岩而上。原来你是担心我的安危啊！无意，你拜在谢前辈门下，日后一定能习得一身本领。但扶摇9重却是保命之术，学会了百利而无一害，所以我想把它交给你。好，我一定认真学。那我先教你口诀吧，听好了。第1重诀：五心朝天，静心绝律，一手丹田，双手合十，指尖朝前，引丹田之气沿督脉上行，任脉下归丹田。记住了吗？差不多吧。行，那你依照口诀，先试一试。好。五心朝天，静心绝律，一手丹田，双手合十，指尖朝前，引丹田之气沿督脉上行，任脉下归丹田。不行啊，我这双腿跟灌了铁水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往下掉。别着急，多练几次，自然会有进展。哎呀，好。好。
不行了，屁股都被摔成4瓣了。好好练，已经小有进步了。我飞是飞高了，可方向控制不好。静心绝虑，一手丹田。无意，你气息不稳，难以将内力汇聚在丹田之中，自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屏心静气，再试一试。好。文人，我做到了，你看我飞上来了。文人，这是干嘛？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练出来了，精摔。哇，好香啊！哪儿买的？方圆百里没有酒庄，我去找乡亲们买了一壶。虽然比不上翠竹轩的琼浆玉液，你就将就一下吧。怎么突然跟我买酒啊？我还欠你一杯酒，我记着呢。文人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又是给我买酒，又是教我轻功的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趁着大家还能在一起，对你好一点，不好吗？当然好了，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在一起吗？啊，至少要一起解开谢伯伯失踪的谜团吧。哎，文人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哎呀，你闭上嘛。好了，可以睁开了。噔噔，嘿嘿，在下觉得这朵花呢很是娇美，与你一袭红衣很是相配，所以忍不住想把此花送与姑娘。嘿嘿，这位姑娘，你好，在下觉得这朵玫瑰很是娇艳，与姑娘一袭红衣很是相配，所以忍不住想将此花赠与姑娘。你这花在哪摘的？我怎么都没有看见啊？就刚才啊，在食盐的下面，我一眼就看见这朵石斛花了，觉得它特别漂亮。你不是说我心不静吗？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想，就一心想把这石斛花摘下来送给你，就真的飞上去了。嘿，那喜欢吗？文人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向你坦白。什么事啊？我之前说喜欢我的姑娘都排满全长安了，我那是骗人的。这还用你说？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喜欢过谁，我娘还担心我呢，怕我今后做一个严家娘子过一辈子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文人宇，天色不早了，走吧。哎，可我有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有点困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文人，我喜欢你。也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。
喜欢你。又要老子进去给他送饭，这个天罡将军嘴巴真硬，逼供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什么都不说。那以后还要听你送啊？哎，你知道他什么来路吗？他什么来路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天罡。来者何人？抱歉，惊扰了前辈。在下太华观弟子夏一泽。能独自一人闯入无厌劫蓝，本事倒也不小啊。敢问前辈，是否是百草谷的人？有几分眼力，认识我们天罡的着装。那前辈是否认识星海部天罡文人宇？文人宇是我徒儿，你与他相识？他与我们结伴而行，一同去调查刘月成的事。前辈，他找你很久了。小雨，他离开了百草谷。啊，他还好吗？前辈大可放心，文人姑娘她安然无恙。在下这便救你出去。哎，无厌劫蓝是刘月成的监牢，戒备异常森严，就凭我们2个人，根本闯不出去。总得一试。参见连真祭司。这一次又有什么新花样啊？我们已经见识过你嘴硬的本领了。无论怎么折磨，你始终也不说究竟知道些什么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浪费彼此的时间呢？我早就说过，给我一个痛快，也免了你们的麻烦。你的宝贝徒儿，文人宇，很快就会来接你。恭喜你们，终于可以师徒团聚了。爹，娘，儿子来看你们了。复国一事道路漫长，儿子惭愧，没能让族人们快些过上好日子。本该没有颜面来见爹娘，但是有件喜事儿，你们泉下有知，听了也会高兴的。我找到了艾丽希尔，如今的她，也是堂堂7尺高的汉子。你们放心吧。
当时我以为你死了，所以在墓碑上也刻上了你的名字。实在抱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你们。数月之前，我还是乐无艺，很少离开长安，除了演术之外，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普通少年。忽然之间，我成了艾里希尔，捐夺的王室血脉，雾火罗的儿子，身上背负着很多责任。我不愿逃避自己的身份，只是希望可以多给我些时间，让我理一理。在这之前，请你们把我当做一个偶然路过的人，接受我的敬意和追思吧。无义，我不求你现在就叫我哥哥，但若你心里有我这个兄长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老王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尽管说。留在月泉村，我们兄弟二人共谋复国大业之事。当着爹娘的面，我狼王绝不食言。如果将来复国大业有成，我将拥护你登上王位。老王，登上王位，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？你错了，我要的是复兴卷土，并非登上王位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我并非是登上王位的最佳人选。西域有一个说法，一国之君若身患残疾，乃是国之不祥。况且我当了10几年的马贼，除了烧杀劫掠，脾气暴躁，根本不懂得治理国家。而你不一样，关键时刻能做决断，放走家牌，稳定了月泉村人心，又助狼蹄帮远离了烧杀劫掠，又以护送商队的方法，保证了族民的衣食着落。如此种种，你比我更适合登上这个王位。老王，我无业，不必着急回答我，等你回到长安，好好考虑一下，再给我答复。1个月后，我去长安找你，届时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。在西域，男子15岁成人之后，便由父母送给他人生中第1把佩刀以及一笔财产。若父母过世，就由叔伯或者兄长代为赠送。虽然时机已过，但这个习俗不能免。既然韩光与你有缘，又是父亲生前的佩剑，现在便正式交于你了。父帅还是很疼爱你的，你刚满月的时候，便为你准备好了这份佩刀礼，里面有黄金和宝石。老王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月泉村的人生活不易，你拿着它，去换些衣服和粮食，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月泉村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都没想动过它。拿着吧，就当我替父亲完成心愿。大漠风沙凶险，一路保重。你也保重。无业，你终究不肯喊我一声哥哥吗？罢了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别忘了1月之约。
你来了，我师父呢？这首箜篌乐名为《幽魂绝曲》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，不见到我师父，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谢姨他们下落的。既然如此没有耐心，也罢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醒醒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小雨，真的是你！师父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百草谷派你来的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向将军复命呢。你竟敢私自出谷！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怎么会跟刘月成扯上关系？师父，你先别着急。好了，你们师徒情深，一会儿再去救也不迟。文人宇，我遵守承诺把人带到了，你是不是也该拿出你的诚意了？小雨，他的话什么意思？师父，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。说吧，谢依到底在哪儿？谢依。我就知道，你仍是没有学乖。小雨，快走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先别得意太早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们天罡的厉害。小雨，你会没命的！小雨。怎么会？禁术怎么会发不出去？天罡禁术以大幅鼓舞气血，短时间内提升战力。然而当术法散去，施术者必定五脏俱损，3日之内重伤身亡。记得你来的时候听到的幽魂绝曲吗？此曲蕴含封印法术的效力。你怎会知晓我门中禁术？即便你什么也不肯说，我自有办法对你的师门进行一番研究。小丫头，我料定你不会乖乖配合，却很好奇你究竟要耍什么花样。可惜啊，没能给我任何意外之喜。好了，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。师父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师父！你杀我可以，不要杀他！我们的交易很清楚，告诉我谢依和岳无义的下落，便饶你师父一命。师父，师父！饿死了，小叶子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小叶子，来吃点水果。我可不可以多吃几个？来，来，真好吃。哎，说起来，门人姑娘和夏公子怎么还没来啊？
也是啊，都这么半天了。他们也许迷路了。这沙漠绿洲沙漠的，长得都差不多。我们再等等就好了。对了，邪医哥哥，找到昭明剑柄之后，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呀？这一路走来，不管是西域风光还是捐毒传说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毫无印象，更像是从未经历过似的。但这几日，在我梦中，梦见了广袤的沙漠、丛林山火，还有一片汪洋，应是与无意的梦境一般无二。难道印记跟昭明剑息息相关？我们在沙漠地宫之中找到了昭明剑柄，若我所猜不错的话，丛林山火和一片汪洋，便是剩下的昭明碎片位置所在。很有可能。可是我们不能确定，到底是在哪处丛林，哪片海域啊？邪医哥哥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昭明剑啊？我隐约地猜了猜缘由，应该是为了对付一个很强大的敌人。敌人？难道是刘月成吗？他叫心魔丽英。心魔？我听夷则说过，他是专门吞噬人的心念与七情，来增强魔力的上古魔族。长久以来，心魔与刘月成合作，他以魔气为刘月成人洗骨发髓，而刘月成则以举目之危害人间，为他汲取七情。那上次在朗德寨的时候，那些人发疯，是不是就是被那些举目之汲取了七情啊？没错，一般人在短时间内被汲取了大量的情绪欲念，便会情绪失控，丧失心智，甚至立刻毙命。可恶！这个丽英还有刘月成，视人命如草芥。刘月成也在找昭明剑，难道是为了毁掉它，来保护丽英吗？昭明剑能够斩断这世间一切灵力连接，而心魔丽英本身就是一团魔气，只有昭明剑可以将它彻底消灭。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另外2块昭明碎片，阻止刘月成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百姓要遭受无妄之灾呢。要不等文人和夷则回来，我们先回长安，你们可以住在我家。一来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二来我也可以问问老爹捐毒的事情。也好。啊，对了，呀，寒冰玉笛。我虽然丧失了这段记忆，但既然答应了阿阮姑娘，将这玉笛雕好了给你，总不能失信于人吧？阿阮姑娘可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太喜欢了。谢衣哥哥，你真好。谢衣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它的。这次离开长安，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情，也经历了很多难过的事情。最大的收获就是拜谢伯伯为师，以及认识了大家。希望我们5个人以后会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相聚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我们5个人愿意，可以随时随地聚在一起啊，对吧，谢衣哥哥？但愿如此。谢衣有消息了？确凿无疑。廉贞祭司命属下第一时间前来回报大祭司。那2个天罡呢？都被关进了无厌伽蓝。去，把贪狼祭司给我叫过来。是。
泽，你回来啦！你看，这是谢姨哥哥送我的寒冰玉笛，好看吗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谢姨哥哥和小叶子在那边聊天呢。文人姑娘呢？文人姐姐她说晚点来找我们会合。叶兄，小叶子，谢姨哥哥，你们快过来！你们看。是他，居然是你，廉贞祭司。你还记得我，倒是让人欣慰。廉贞祭司，又是刘月成的人。难道文人姑娘在你们手里吗？什么？100年未见，谢姨仍是这般聪慧通透。你是说，文人姐姐被刘月成的人抓去了？其实此番能顺利找到你们，我还得谢谢他。此言究竟何意？你们的下落，正是从他那儿得知的。怎么可能啊！这不可能，文人姐姐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。文人姑娘的师傅，是不是在你们手里面？正是如此。不可能的，文人不会出卖我们的。好了，目下任务繁重，没工夫跟你们纠缠这些。谢一，今日我的目标是你和岳无义。其他2位若是不想遭受牵连，可以自行离开。你想得美！我绝对不会让你动谢姨哥哥和小叶子一根汗毛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得罪了。他们不止这些人，我们不要恋战，走。还不快追！是。大祭司怎会亲自前来？谢姨的事，本座必须亲自和他做个了断。大祭司稍等片刻，我的部下已经去追了，绝不会让谢姨他们跑远。前面有间屋子，我们进去避一避吧。好。等到了晚上，我的月华之力恢复一些，再施展传送术离开这里。好。文人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。说不定他们是在故意挑拨离间呢。叶兄，我离开你们这2天，有一些发现。原来此处绿洲之中，有一座刘月成的牢狱。你是说无厌伽蓝？前辈知道这个地方？略有听闻过。看来夏公子此行有重大收获。
我潜入无厌奇栏，看见了文人姑娘的师傅。文人姐姐的师傅啊！姨子，你不会是弄错了吧？绝对不会弄错。文人姐姐应该不会用我们的下落去换取她师傅吧？事实如何，在下不敢断言。或许这其中另有隐情。只是我觉得，大家该知晓这件事情。小叶子，岳兄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尽量节省体力。万一刘月成真的找过来，也好全力一战。我在屋外设下了结界，应当能够抵御一时。大不了我们就跟他们拼了，也绝不会束手就擒的。但从眼下来看，凭我们的功力是抵挡不了他们的。唯有现在，我传送些功力给无意，帮无意打通星运，这样他的功力在短时间内会大增。传送功力？前辈，你这是？谢意哥哥，你在干嘛呢？师傅，我怎么感觉有一股特别大的能量涌入我的身体？专心，抱元守一。前辈，你打通岳兄的星运，是为了传予功力。为师先将毕生的功力传给你，就当是为师的收徒之礼吧。不可以啊，师傅，多年的功力修来不易，徒儿何德何能受此大礼？无疑，专心致志，否则你我都会走火入魔的。糟了，刘月成的人追来了。谢一，出来吧。师傅，无疑，看来你我之间的师徒之礼
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谢一，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？怎么不敢出来了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师父？谢一是你的师父。你们打算干什么？哼，有眼无珠。刘月成大祭司沈烨驾临，要命的就快点给我出来！他就是刘月成大祭司。如此说来，之前那个明川，还有这2个人，就是他的手下。让本座好好想想该如何称呼你。我是应该称呼你刘月成的破军祭司呢，还是本座的叛师弟子？前辈是刘月成的人？怎么可能呢？谢一哥哥这么善良，他那么凶，谢一哥哥怎么会是他的徒弟呢？他是在胡说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在胡说。师父怎会是刘月成的人？无疑，他所说的皆是事实。不会的，师父，你怎么和他们？前尘繁杂，稍后与你分说。前辈，师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谢一哥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师父，师父，前辈，哥哥。前辈，谢一哥哥，本座特别有兴趣，想听听我昔日的徒儿想对我说点什么。你我师徒恩怨，早已了结。哼，可笑啊！谢玉，恐怕连你现在都不明白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的荒谬。教诲之恩，谢某永世不会忘怀。只可惜，足下所谋太深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请恕谢某不能苟同。不能苟同？那我问你，你一己自尊，难道比整个猎山部的生死存亡更加重要吗？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谢某心意已决。你一点都没变。这么多年，你对本座还是说这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倒是大祭司变了不少。若非如此相见，我想说的何止千言万语。但事到如今，即便说再多，也于事无补。于人于己，又有何益？这些年来，我时常想起当年拜入大祭司门下的情形，但我又何曾想到，你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那已经是太久远的事情了，本座已不大记得了。是啊，真的已经太久远了。可惜，谢一决心
一如当初。大祭司应当知晓，为何还要来这一遭呢？知道你还活着，本座十分意外。此次下界，本座有3个目的：第一，知道你获悉昭明线索，本座一定要拿到昭明剑；第二，捉拿叛世逃逆之人；这第三，本座一定要亲口再问你一句：经过这么多年，在你的内心深处，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吗？且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昭明剑的下落，就算我知道，我也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至于大祭司心中那个疑问，我现在回答你：谢某今生不悔。旧日种种如传而逝，何必重提？实则丈二目三，灭时背命，累及他人者，丈20，斩杀。是。不要！不要！师父！旧日种种，如传而逝，何必重提？永别了，我的徒儿。旧日种种如传而逝，何必重提？
从今以后，柳月城再无破军祭司一职，破军之事不得再提。将他们几个带回无眼伽蓝。是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我没事。又回到这儿了。别乱起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小废物！放开我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师傅，你想带我们去哪儿？如果不想你师傅死，就给我老实点。不许伤害我师傅！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也多亏了你，我们抓到了谢依和岳无义，当然要遵守承诺，放了你们。什么？你们要对无义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？好不容易救下你师傅的命，其余的又何必多问？谢依大师，你们把谢依大师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好了。我们之间的恩怨已了，纠缠下去对你们也没有好处，赶紧带着你的师傅离开吧。小雨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师傅，这是哪儿？黑漆漆的，我该不会被那个大祭司给一掌打死了吧？喂，有人吗？哦，不对。哎，有鬼吗？我迷路了。喂。有鬼吗？我迷路了。一泽，仙女妹妹，搞了半天就我一个人啊。不过也幸好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唉。耽误半天，黑白无常怎么还没来？阎王爷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爹娘现在应该很伤心吧？这次出来都没说一声。没想到真的回不去了。一泽，阿软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文人，不会真的是你出卖我们了吧？
好想好好睡上一觉。上回为了找块木头把床给拆了，这回索性把屋子都炸了。下回呢，还不把整个乐府都给拆了呀？啊！夫人，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，至少伊儿人他没事。吴业，你终究不肯喊我一声哥哥吗？你叫我仙女妹妹，我叫你小叶子，这很公平啊。你有什么不满？你是神仙，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，好吗？保护，就凭你？吃里扒外，不懂礼数，剑法稀烂，不求上进。我所谓浮生孔总，有缘凭据，当扶一大白。你有没有自己想完成的心愿？我只希望我辛苦练武，其他的人就不用跟我受同样的苦。我学习兵法，但终有一日，世上再无战事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谢夷之徒了。怎么？我好不容易收个徒儿，怎么连声师傅都听不到啊？可恶！可恶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，没有替师傅找到昭明，没有问过文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没有帮夷则完成心愿，我怎么能甘心？傻小子，还坐在那儿呢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为师不放心，这回来看看你。都怪我没有，还要师傅担心。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，既然知道为师担心，快点离去吧。师傅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撇下你一个人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起回去好不好？傻徒儿，为师已经不在人间了，生死之间即可畏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为师才想起以人力创制生命。或许待到千万年之后，世人无需再饱尝生死之苦。然而，生死如此玄妙，终非人力所能企及啊！我不管，师傅，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你死掉了，我求求你了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你这孩子，死缠烂打的个性，还真像年轻时候的我。本不想让你承担如此重担，如今却是别无选择了。印记，无益，替师父找到昭明剑，除掉心魔离影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走，师父，我们一起走。去吧。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你是来跟我道别的，对吗？原来是一场梦，醒过来之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是吗？这条命是师父豁出性命换回来的，绝对不能浪费。已经回来了。姨子，姨子，姨子，岳兄。姨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呢？我也没事。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就是你说的柳月城的监牢吧？没想到，我们也被关在这里了。仙女妹妹好像还没醒啊。她伤得不轻。二阮姑娘，二阮姑娘，二阮姑娘，你怎么样？二阮姑娘，二阮姑娘，怎么样？仙女妹妹，我知道你难过。我刚才梦到邪医哥哥了，他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可还是不愿意带上我。师父是希望我们好好活着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邪医哥哥回来啊？以前他教我读书练字，不嫌烦。他不许我偷偷跑进书房，我偏要去乱写乱画。他又去西域找指环，让我好好待在家里。可是我偏偏跟了他几十里路。我以为谢英哥哥永远不会生我气的，可是从石像出来之后，谢英哥哥就对我很冷淡。他一定是生我气了，对不对？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谢英哥哥回来吗？只要他能回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他让我走，让我再也不要缠着他，我都听他的。谢英哥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谢英哥哥，求求你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不要扔下阿阮一个人。
最近很不安分，我想把它存放在你这儿，更为安全一些。师父要带大祭司以探念之术来读取头颅里的信息呢？昭明信息至关重要，本座今日要亲自施法。一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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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阮妹妹，一泽怎么了？他身上有2股好强的灵力，正相互打来打去。一泽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身体里怎么会有2股灵力呢？无妨，只不过是封印反噬罢了，不必为在下担心。反噬，也就是说，你的灵力和妖力正自己在身体里面打架。一泽，那一定很疼很疼吧？还好。我记得那日刚从皇宫逃出来的时候，你的样子马上就恢复了。现在呢？封印能自行修复吗？二皇子给的那杯酒，只不过暂时令在下的封印失效而已。可如今是在下强行冲破封印，看来是修复无望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封印是你师父设下的，他会不会有办法？师尊行踪不定，一时难以相遇。更何况修复封印需要耗损大量灵力，我实在不能让师尊因我折损。一泽，你不该强行冲破封印的，你真的太傻了。无妨，只要月秀和阿阮姑娘没有大碍，那便是值得的。此处只有你我2人。这些房子都是你一个人造的？这是岩心玉诀，此术会将你封印在一尊石像。10年前你给我印记之后，我时常会梦见3个地方：一片沙漠，还有一片海水和火山。大祭司，可否读取到什么信息？大祭司，可否有昭明碎片的下落？邪医苦苦寻找100年，方才得到昭明碎片的下落。如今一损俱损，不留余地，这完全不像他行事的风格。也就是说，他早就将线索转移了。难道是他救走的那个男孩？运气。